好，今天给大家带来 iPhone 14 Pro Max 的使用测评。先说一下外形和颜色啊，其实这款的颜色我之前在开箱里面就说过，它很像12 Pro Max 的那个感觉，颜色是比较低调跟沉郁的这种，在阳光下是还蛮透亮的，但整体是比较稳重的一个颜色。有的时候这个光线弱的话，很多角度有点像黑色，所以说这是今年暗紫色 iPhone 14 Pro Max 的一个感受。你看啊，其实从12 Pro Max 到13 Pro Max 是由之前的那个深蓝色，那个沉郁的蓝色，到远峰蓝那个高亮的颜色。以这个逻辑来说，可能啊，下一代15 Pro Max 的这个紫色有可能就是相对高亮紫的一个感受。14 Pro Max 是低调的暗紫色，15 Pro Max 那个颜色有可能就是高亮的高调紫色。那这个颜色的紫色其实是更加中性的一个颜色，可能还挺适合男生的。女生的话，这款颜色你可能会觉得它会有点沉郁，会有点太稳重了。但是整体来说，给人的感觉还是很高级的。就看下一代15 Pro Max 再出紫色的话，会不会出现像远峰蓝一样更适合女性的一个高亮的紫色。我个人觉得远峰蓝是比这个颜色要更加出彩的，这个颜色确实相对是有一些比较稳重的紫色了。好，再说重量啊，数据方面它的重量是比13 Pro Max 更重的，但是我的上手体验是差不多啊，我甚至觉得它更轻。然后我第一天那个拿到机子的时候，两个手机在手跟前，然后拿起的时候都不知道哪个是14，哪个是13 Pro Max， 所以说它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可能由于这个内部结构这次更加均衡，我甚至觉得这有点轻啊。但只是和13 Pro Max 对比来说，你放在其他手机的对比里面 ，iPhone 14 Pro Max 的系列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沉的，它的这个手感重量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女生的。可能 Pro 从重量和手感来说是更加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就跟之前说的，它比13 Pro Max 看起来重的那么几克，其实放在手上的感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屏幕的亮度其实确实是有提升的，比13 Pro Max， 尤其是日常的使用里面，你如果对比着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是不大，而且区别非常微妙。你不是搞视觉工作的，其实都注意不出来这种区别。但是比较12 Pro Max， 因为我从12 Pro Max 就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到13 Pro Max， 由于这个高刷的原因，还是有这个屏幕更好的感受的。那从13 Pro Max 到14 Pro Max 的这个屏幕亮度啊，包括整个感受来说，微乎其微的提升。所以苹果的刀法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你隔代的话，总会感觉到比较明确的升级，但是就是相近一代的话，总是觉得这一代比上一代有提升，但是就不多。好，再接下来就是这次的这个重中之重，灵动岛。我在还没有收到机子之前就发了一个灵动岛的视频嘛，那个视频我就说灵动岛可能是一个宣传的噱头，它并不是一个给这个机子好坏定义的一个本质性的一个东西。那我在实际拿到14 Pro Max 使用几天之后，尤其是第一天啊，我对灵动岛是非常反感的，就是我有预设到它会像一个关不掉的弹窗一样，但是实际的体验，尤其你刷视频的时候，你再来开一个视频，你实际刷视频的时候啊，它这就不是什么关不掉的弹窗，你知道吗？它是关不掉的黑幕啊，它是关不掉的黑窗，你知道吗？之前13 Pro Max 的那个感觉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是连接到屏幕顶端，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隙。那这块空隙是很讨人厌的，你知道吗？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你有个黑窗就在这儿，你也关不掉它。所以我第一天用它的感受强不胜放，你知道吗？是很痛苦的，甚至有点厌恶了。所以这确实就不是关不掉的弹窗，你知道吗？关不掉的黑窗。所以我第一天在使用之中，尤其是这个灵动岛这个部分，我甚至觉得是不如之前13 Pro Max， 你干脆就把上部连接在一起，你干脆就不要搞这些设计，对不对？就直接还是原来13 Pro Max 那样。而且这次明显它那个摄像头啊，包括整个这个黑幕的这个位置是比13 Pro Max 要更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占了更多的这个原本屏幕的面积的。所以这明显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过渡方案。苹果可能最后还是要追求一个完整的屏幕，没有摄像头，没有这些弹窗黑幕什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过渡时期是很尴尬的。所以灵动岛这个设计，就像我之前说的啊，它确实就是在一块伤疤上搞一些噱头，美化一下这些伤疤，然后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我们评论区里面很多同学打趣的说到嘛，就是在伤疤上纹身，就是这样的，它必须要美化和
丰富这个伤疤的功能，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让大家觉得灵动岛的交互好牛逼啊，然后就忘了它其实是一个关不掉的黑窗，你知道吗？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你真正刷视频的时候，我就不信他们的工程师不刷 TikTok 嘛，对不对？真正刷视频的时候，这个感受是非常难受的。不过啊，就是到第2、第3天就习惯之后，反正我是渐渐忍了。但是灵动岛这个交互确实还凑合，苹果嘛，它的设计是不会差的，尤其是这些交互啊之类的，这也是应该的，也不错。那这个灵动岛的这个设计，我说实话，它可能还不如这个 MacBook Pro 的上面这个 Touch Bar。因为 Touch Bar 它是跟屏幕分离的，对不对？它是在键盘上的多出来这么一个屏幕，虽然我也不是很喜欢 Touch Bar 啊，但它没有影响整个屏幕的这个感受。但这个小黑窗、小黑屏，它存在感都一直在啊。屏幕整个就6.7寸这么大，它一直都在哟。它不搞点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会更加难受的。所以灵动岛的本质就是这样，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用花里胡哨的东西转移你对它的厌恶。还有一个我对灵动岛整体的这个方案不是那么支持的原因是，我觉得苹果不管是 iPhone 啊到 MacBook Pro 啊，它的整个逻辑都是比较简单的，越简单越好。乔布斯说嘛，让老人小孩都可以用的这种非常整体一体性的简单逻辑。灵动岛啊，包括 Touch Bar， 它把这个层级增多了，你知道吗？它确实是有一些看似实用的功能的，但是让整个这个使用层级又多了一个层级，多了一个窗口，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画蛇添足。这是我对灵动岛的一个感受。所以还是那句话，它的本质还是屏幕最终走向一个完美形态过渡时期的一个妥协和丑陋的一个存在，一个方案。这是灵动岛我目前对它的一个感受。好在你习惯了以后就产生这个适应反应了，也没那么讨厌了，所以就忍着呗。总而言之呢，你如果是因为灵动岛想购入14 Pro Max 的话，打消这个念头啊，你大概率会失望的。好，接下来就是另一个缺点，但老生常谈了，就是信号问题一直很差，没有办法。这个苹果搞这些灵动岛什么花里胡哨的，不如想想办法搞一个这个信号方案，让它信号不要这么屎。从 WiFi 信号到 5G 4G 信号都很差，其实 5G 4G 还好，尤其是 WiFi 啊，反正我是全系苹果产品，可能这个 MacBook 还好一点，可能我那个 iPad mini 还好一点，就到 iPhone 上就 WiFi 一直就很垃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打开流量才行。所以苹果的这个信号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么简单了，它是一个硬伤啊，赶紧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赶紧把这个东西想个方案解决吧。信号好，接下来还是相对比较好的环节，就是拍照摄像环节还不错，很好。这个是我一直比较钟爱于苹果的原因。其实13 Pro Max 就很好，12 Pro Max 也不错，就整个苹果的这个尤其是摄像啊还是比较稳的。到14 Pro Max 它的进步，它的这个防抖啊，这个很多专业的这个博主已经有发出过来这个具体的数据啊和例子的视频，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来说就是很优秀，没有什么可黑的，很棒。那14 Pro Max 至于13 Pro Max 的这个提升，其实就跟屏幕一样，比屏幕要稍好一点。它那个提升还是肉眼可见的，就是清晰了很多，稳定了很多。但它那个提升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大。苹果的这个刀法是很精准的啊，就还是我之前说的，它隔代的话，你总会在屏幕拍照上有明确的提升，但是近一代的这个升级总是给你感觉有升级，但是又不多的这个感受。它那个4800万的这个像素的那个拍照啊，其实作用不是那么大的，因为它拍出一张照片的内存是很大的，对不对？就我们日常使用其实是用不上的。不过还是值得褒奖的啊，苹果的这个14 Pro Max 拍照和摄像，对于我来说，这个半业余的这么一个使用者的感受来说，还是很棒的，很稳定，很值得信赖。整体来说，拍照摄像，苹果一直是比较抗打的。好，接下来是购买建议啊。其实整个一篇视频里面我已经说的很多次了，苹果的刀法是非常精准的啊，它总会让你在隔代升级之中有明确的体验上的升级，但是近代相邻一代的这个升级就总给你升级了，但是不多的一个感受。由于我个人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买机经历啊，12 Pro Max 到13 Pro Max 到14 Pro Max 这个换了2个手机，中间修了一次，不到3个月时间使用了这3个手机。从12 Pro Max 到13 Pro Max 感觉进步了不多，从13 Pro Max 到14 Pro Max 感觉进步了不多。
那你回想，如果是从12 Pro Max 到14 Pro Max 的话，那进步和这个使用感受明显就好很多了，对不对？所以苹果，我个人的建议一直都是隔代升级。如果你不是对苹果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啊，包括数码产品啊，有强烈的这个好奇心和虚荣心的话，如果你之前是13 Pro Max 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用升级的，13 Pro Max 完全可以了。而且那个远峰蓝的话，那个颜色是真的很好看。虽然我个人是更喜欢紫色的，但是客观来说，它的颜色要更好看的。而且性能啊，拍照摄像没有差很多的，对不对？所以13确实还真的蛮香的哟。那对于隔代升级来说，如果你之前是用12 Pro Max 的话，那搞起呗，隔代升级确实会给你不错的感受的。当然前提啊，它这个预算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容量大小的话，256和512都可以。我之前是256，但是稍微有点不够稍微有点不够。1T 也可以啊，很多人专门就是要拍照摄像的，那也可以。128就不考虑了啊，所以我个人最推荐的这个容量大小还是512。颜色的话，据说今年的黑色不错啊，但是我还是推暗紫色。还有就是它这个重量还是比较重的啊，和13 Pro Max、12 Pro Max 一样，所以 Pro 一直是相对更有手感的一个选择哟。好，最后再来一个我对14 Pro Max 的总结。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亮点，然后灵动岛目前来说很拉胯，然后信号依旧垃圾，摄像拍照包括屏幕依旧不错。总的来说啊，虽然没有什么亮点，但是这款机器其实你真正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不会让你失望那么多的。苹果啊，给我的感受就像一个超级富二代一样，从乔布斯时代开始就家底很厚，然后这么多年产业布局啊，整个生态啊过于稳健了，就可以让它挥霍挥霍。虽然现在它的这个创造力已经明显乏力很多了，但是没办法，人家家底太厚，依旧可以占据极强势的地位，依旧可以豪横啊。但是如果他一直靠这种吃老本的这个挤牙膏式的升级，精准的刀法，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话，没有突破性的产品升级和产品亮相的话，其实苹果现在貌似繁荣的表象背后也是危机四伏的。好， iPhone 14 Pro Max 的评测到此为止。过了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一块板砖。